悦有强爽8度，酒劲十足，强过想象。悦有强爽邀您观看《三体》。TCL 想象力推荐官刘慈欣倾力推荐 TCL 大屏看《三体》。经典新一代有机由我定义，经典邀您收看《三体》。小叶，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调你来监听部工作。我现在来向你说明一下监听部的工作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对敌人在太空中的一切行为做一个监视，包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之间的通讯，锁定敌人航天器的轨道位置，与我航空测控部门配合，为红岸基地的作战提供依据。可以说，这儿就是红岸的眼睛。雷政委，我觉得你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跟他说这些？雷政委，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就……小叶，魏宁，我还是那句话啊，工作必须推进，所以必须发挥小叶的作用，该知道的必须要知道。行，那我要向上级汇报。好啊，这是你的权利，但请你放心，对这件事儿，我可以负全部责任。好，你这么说就行。你也看到了，这魏宁这个人就是这样，过分的谨慎，所以在工作中他放不开手脚。来，小叶，过来，坐这儿，坐。小叶，之前我们把你调来，目的很单纯。因为红岸的监听系统经常受到太阳耀斑和黑子活动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你的那篇论文，觉得你对太阳的运行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你的预测模型也是国内最准确的，所以我们想把你调过来，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来了之后呢，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我决定让你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你看你在发射部门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对红岸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现在我把你调到监听部，具体做什么，我们回头再商量。当然了，你也看到了，阻力还是有的，对吧？但我个人信任，但这种信任仅仅代表我个人。我希望你通过努力工作，早日争取组织上的信任。
小叶，我告诉你一个我真切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称呼你一声叶文洁同志。加油！虽然有雷政委的信任，但对我的限制还是很严的。可以看程序员代码，但不许接触数据库，而且大部分技术软件都要从头学起，过程还是很艰难。杨总，经过计算机一解，监听系统接收到的信息是几组卫星照片，送到总参测绘局判读后，发现均为我境内重要目标，其中有青岛军港，还有几个大三线重点军工企业的照片。监测对方卫星了吗？经过分析，确定照片是来自于西方的 KA9 侦察卫星。第一颗 KA9 刚刚完成试验发射。主要是以胶片仓回收方式传递情报，但也在进行更加先进的无线电数码传递试验。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传递频率较低，所以信息泄露较大，能被红岸系统接收到。丢掉这个目标，转移监测频率，具体方向我再通知你。这是了解西方太空侦察系统不可多得的机会，真的要转移吗？你还让我说多少遍？转移监测方向，调整频率。发射部有个机器坏了，你现在就去看看。是。所以是杨伟宁一直有意在阻拦吗？他的态度很奇怪，对我动不动就发火，但我并不介意。吸引我的是在工作中发现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让我感觉到红岸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在这
3次发射中，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应。所以说，不论是杨卫宁的态度，还是这些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红案件里的真实意图其实非常的隐秘。孩子感冒别担心，39小儿感冒药，儿童专用感冒药。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雅迪冠能系列，超长续航，超强动力。雅迪冠能邀您继续观看《三体》。喂，永昌，我们现在已经在齐家屯了。我刚刚去村委会了解了一下，那个红参厂没什么问题，当地的一些老乡还能从厂里面赚点钱啊。你那个脱密档案怎么样了？你可答应我了啊，今天一定要给我。档案拿到了，里边的内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别卖关子行吗？红案到底是搞什么的？红案研究的事情确实很隐秘。发射部计算机实新存储器故障已经排除，请清除故障代码。喂，叶文杰，发射部计算机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故障已经排除，是，请清除故障代码。下午5点将召开工作例会，请各部门做好会前准备。各部门负责人请准点到达会议室。报告。进来。叶文杰，过来。我当时认为，雷政委一定是因为提拔我，受到了牵连。心里想着，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辜负他，哪怕是说谎。叶文杰，首先我声明，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以下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向上级请示后做出的，他将对后果负一切的责任。为了发挥你在红案的作用，杨总工程师反复向上级请示，兵种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对你的工作进行了了解。经上级批准，我们决定将红案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立功赎罪。今后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听到了吗？明白。那时，我终于明白，雷志成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红案既不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也不是用来监听敌航天器的。他对我的爱护、提拔和保护都是假的。所以之前杨卫宁才会一直阻拦雷志成。
杨卫宁是一个好人。当上级领导质疑我身份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后来，也是他向我介绍了红岸工程真实的情况。你要是不同意，现在还来得及。我同意。你想好了，一旦决定，你离开雷大风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这儿就是你的最后归宿。我同意。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时代。内容很多，你自己看。这篇资料讲的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分为2种模式：渐进型和突变型。对，渐进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逐步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比如现在的宇航科技的发展跟应用。突变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迅速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并且发生技术突变。这里重要提到了核武器。是，现在北约跟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投入巨大。照这么下去，技术突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将对我国的战略规划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这里总结了一些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寻找外星文明。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3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现在一些北约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外星文明的探索，比如说他们的奥斯曼计划，还有绿地国家射电天文台。他们的搜索目标是鲸鱼座涛星和波江座 Epsilon 星，而且他们计划在1972年扩大搜索范围，发射谦虚者10号、11号，分别携带一张刻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片，然后在1977年发射旅行者1号、2号，携带金属唱片。这是阿雷西博望远镜，它已经建成，功能非常的强大。它的能量收集面积达到20英亩，大于世界上所有射电望远镜能量收集面积的总和。如果它跟计算机匹配的话，能够同时搜索65000个频道，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发射能力。
这是欧洲的资料，他们也在这方面投入巨大。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地外物。是啊，只有我们考虑的最少。可你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跟地外文明发生接触的话，都将改变目前世界上的一种格局，尤其是那些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率先接触，肯定会垄断接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绝不能落后。这个战略视野盲区必须攻克。我们任重而道远。叶文洁，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研制红岸自译解系统。具体的说，就是由宇宙间最通用的基本数学跟物理原理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源码系。这个源码系可以被绝大多数文明所理解，只要他们掌握了基本代数、基本欧式几何跟基本低速物理学原理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新的语言系统，语种包括汉语、世界语。你明白了吗？明白。原来神秘的红岸是用来探索地外文明的，而且您是整个红岸基地自译解系统的建立者。当时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人类的疯狂已经达到了文明史的顶峰。核潜艇、核武器隐藏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着一触即发。一旦发生，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面对这些技术突变，每个国家都有极强的危机意识。叶老师，您是天体物理学家，在您看来，天文领域真的会发生技术突变吗？核武器已经很可怕了，但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有反物质。与之相比，核武器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这个波形显示器的主机已经拆除了，它主要负责显示红岸收到宇宙电波的波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记录那条曲线，等待聆听外星文明的声音。那边曾经放置着一套电波厘米接收系统，十分先进。从巨型天线接收到的信息，通过红宝石星波微波激射器放大。可是系统本身也会产生干扰，能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吗？小王啊，你太小看我们的红岸了。虽然那个年代的技术还很初级，但依旧比你想象的成熟。红岸接收系统的核心部分浸泡在零下269度的液氦中，液氦由直升机专程运来以补充消耗，这使得系统有极高的灵敏度，能够接收到很微弱的讯号。当年红岸监听的目标范围是1000光年半径，恒星数约2000万颗。除了用来搜索探听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我们也尝试着向宇宙发出信息，试图建立联系和交流。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向宇宙发送信息了吗？是的。我跟叶文洁已经重新拟了一封信。叶文洁，念给大家听。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样子。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封信怀着人类最美好的愿景，发向了宇宙。里面包含了地球行星概况、地球生命系统概况、人类社会概况、世界历史基本信息。所有信息在自异解系统之后发射。红岸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当时你们向宇宙发送信息，又该如何确保我们是安全的呢？这些信经过多学科的严格审查，确保不会包含任何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坐标信息。在228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3个波段上，发送的时间分别为31分钟、7.5分钟和3.5分钟，也就是尽量减少12000兆赫和22000兆赫的高频段发射，以降低被定位的可能性。红岸基地在那个年代探索外星文明，也就算是一个边缘化的基础学科。可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保密等级呢？其实，这个问题从红岸最初阶段就有人提出，一直延续到红岸的最后。现在，你应该有了答案。我们只能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如果红岸要是成功了，那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了。哦，当然，现在说成功还是失败，可能也为时过早。毕竟那个时候发出的电波，就算到今天，在宇宙里面其实也没有走多远。电波信号
传得越远越微弱，太空中干扰太多，外星文明收到的可能性很小。为了使宇宙中外星文明能够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我们的发射功率应该与一颗中等恒星的辐射功率相当。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可以根据宇宙中不同文明用于通讯的能量来对它们分级。他把想象中的文明划分成3个类型：一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整个地球输出功率的能量用于通讯；二型文明是可以把一颗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用于通讯；三型文明用于通讯的功率约等于整个星系的输出功率。目前，地球文明连1型都未达到，而红岸的发射功率又仅仅是地球能调集输出功率的几千分之一。这一声呼唤，像长空中一只蚊子在嗡嗡叫，不会有谁听见的。可是，如果卡达谢夫说的23型文明真的存在的话，那我们应该早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所以，红岸工程似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宇宙中，真的只有地球上存在着智慧生命。理论上，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感觉上，我还有每个接触过红岸的人都认同这一点了。红岸工程真的太可惜了，既然都已经建立了，就应该一直延续下去。这才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70年代末，红岸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听系统数据处理能力提高很多，能同时监听4万个频道。随着眼界的开阔，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上级对红岸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那次改造后，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集降低了，基地警卫兵力只剩下1个5人保卫组。敬礼！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2炮，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探索毫无关系的研究项目。那您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吗？红岸系统当时有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改造之后，先承担了一些射电天文观测项目，后来随着其他射电天文观测基地的建立，红岸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对太阳电磁活动的观测和分析上。为此，还加装了一台太阳望远镜。那这么说的话，就可以有很多实际的应用了。没错，我们建立的太阳电磁活动数学模型，在当时那个领域是领先的。有了这些实际应用，红岸的巨额投资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回报。这一切有相当部分都要归功于雷政委。当然，他是有个人目的的。雷政委，他不是技术部队里边搞政工的吗？
入伍前，他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红岸基地后来引入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没有关联的研究项目。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老雷，红岸基地早就完了。红岸被划到军转民范围内后，军方就把它彻底放弃了。中科院维持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一切就都结束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待在空旷的监听室，耳机中传来自宇宙没有生命的噪音，那噪音隐隐约约的，好像比星星还永恒。有时候又觉得那声音像雷大风，没完没了的寒风，让我感到很冷。那种孤独，真是没法形容。外星文明探索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它对研究者的人生观影响很大。我常常想，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就像一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有时候觉得生命很珍贵，一切重如泰山；有时候又觉得人是那么的渺小，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反正日子就是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就老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一切难以预料。以后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和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一起探索三体世界，守护地球文明。3、2、1，开始。刚才看的是假吗？还好，来再来一个吧。来，辛苦，我们再来一个啊。哎，等等。是我车吗？你就拽。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犯错。是我车吗？来吧。